饺子没保存好，像这样冻成一坨了怎么办？今天教你一招，既能轻松分开，还能保证饺子个个完整不破皮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都说好吃不过饺子，像我们家呢就有包饺子和冻饺子的习惯，一次性多包一些，想吃了就取出来煮。可是美味便捷的背后，也常常隐藏着一个小小的困扰，就是只冻得结结实实的饺子，每一块饺子都紧紧地粘在一起，掰都掰不开，甚至呢还有冰块。这时呢，还有一些人呢会选择用蛮力呢将冻饺子掰开，但这样做就很容易导致饺子皮破裂，不仅影响美观，还会让馅料在煮的过程中流失，白白浪费了美味。更有甚者会直接用流水冲洗冻饺子，试图用水的温度将它们融化分离，但这种方法费时费力，而且呢容易让饺子皮呢变得湿哒哒的，影响口感。还有一些心急的朋友，索性是直接水开一坨的放入锅中煮，放到开水里面去煮，就导致结果就是煮出来的饺子呢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馅，好似煮了一锅疙瘩汤。其实解决冻饺子呢也是有方法的，而且特别的简单。这里呢我们只需要准备一碗水呢就可以了。大碗中呢我们加入1-2勺的食用盐，然后呢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跟着我们把食盐搅拌溶解。别看食盐不起眼，它可是分离冻饺子的秘密武器。这里大家要注意哦，只能用冷水，千万不能用有温度的水哦。如果用有温度的水，那样只会适得其反。这会儿我们就可以把解冻好的饺子放进来啦，将其浸泡30秒左右。浸泡的这会儿，我们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将其均匀的涂抹开，待会儿有用。饺子呢尽量都要被盐水浸泡的，如果不能完全浸泡，我们就准备一些冷水，从每个饺子的中间缝隙处淋一淋，这有助于加快冰块的溶解速度。就这操作期间，就已经有饺子分离了，看到了吗？再静置一会儿，您就会发现奇迹发生了，原本紧紧粘连在一起的饺子竟然开始变得松散起来，轻轻一碰就能分开，而且呢每个饺子都完好无损。还不能分开的就再多浸泡一会儿，千万不要心急，更不要用力去掰，否则饺子皮破了可就不好看了。那分开的部分我们就要先将其控水捞出来了，可不能再用水浸泡着了。然后呢放入刚刚准备好的盘子里。食盐水之所以能够快速分离冻饺子，是因为它具有降低冰点的作用。当冻饺子被食盐水浸泡过后，会加速饺子表面的冰融化，从而降低饺子之间的粘附力。食盐呢也会渗透到饺子之间，破坏冰晶结构，使饺子更容易分离。所以我们可以轻轻用手动一动，有些饺子呢就自动散开了。使用食盐分离冻饺子不仅方法简单，而且效果显著。相比于其他方法，它更加省时省力，也不会影响饺子的口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方法适用于各种馅料的速冻饺子，不论是肉馅、素馅还是3鲜馅，都能够轻松应对。不用1分钟，饺子呢基本都脱离的差不多了。看看我们这样解冻好的饺子，个个完整不破皮。下次当您再次遇到冻饺子粘连在一起的情况时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吧。只需要简单一步，就能告别暴力解冻的烦恼，轻松享受美味的饺子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特别一点的做法，蒸饺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有的朋友呢懒得煮，怕费锅，嫌麻烦，煮不熟，时间紧，这一切通通不是问题。因为速冻水饺呢不仅可以煮着吃，还可以蒸着吃。
我们往蒸锅中加水，大火把水烧开，水开以后呢，再放上蒸架，然后呢，再将饺子均匀的摆放上去。一般肉馅的冻饺子呢，水开后蒸10到15分钟左右，素馅的冻饺子蒸8到10分钟左右。整个过程不需要一直守在灶炉旁。等洗漱、刷牙、穿戴整齐后，饺子呢也蒸好了。还可以同时煮个鸡蛋，这绝对是方便快捷的美味早餐。刚刚我们在碗底涂抹食用油呢，就是这个目的，防止饺子粘锅，而且蒸出来呢会特别的润滑有嚼劲。我们放饺子呢，尽量就有一些空隙，避免叠放。现在盖上盖子，等待美食就好啦。这个期间呢，我们还可以来调个料汁，几瓣大蒜，拍一拍，再剁一剁。剁成这样碎小的蒜末后，我们将其装入盘中。跟着准备一点小葱，切葱花，一同装入碗中。跟着往里边呢加入一勺辣椒面，加入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再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半勺香油，一勺生抽，一勺香醋，搅拌均匀即可。灵魂蘸料点亮味蕾的狂欢，这是缺之不可的。当然，根据个人口味调节更重要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哦。好了，这边饺子呢也蒸好了，蒸好以后呢，记得焖几分钟再开盖哦。哇塞，好香啊！蒸出来的饺子更加多汁，面皮更 Q 弹。清晨享用这样的早餐，可以让人整个上午都精力充沛哦。现在趁热食用最是美味，这样的饺子当然要配上精心调制的蘸料，才能将美味发挥到极致啦。一口咬下去，麻辣鲜香，回味无穷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喜欢你也赶紧翻出冰箱里的饺子，快来试试。分离冻饺子并不难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生活中的小烦恼。希望以上这些小技巧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享受美味，为生活增添一份便捷和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道美食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。希望这个秋天，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。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